啊，那你觉得现在在这些合作全部都结束完了之后，你觉得老师最忍了多久？你觉得陈珊妮忍了你有问过吗？因为他说要不是因为你长得帅，我早就骂人了。他真的有讲过这一句真的哦 ，exact，真的哦，对对对，哇，那其实如果说在自己都发现说没有怎么讲没有注意到的地方，然后没有改下来，真的会觉得哇压力好大这些。而且那个是会累积下去的。比如说，他说啊，你声音怎么变这样的时候，我就想完蛋了。因为以前我的状态是，我只要稍微休息个5分钟，我就可以回到没有毛边的声音。但是那几次很可怕的时候是，他让我休息5分钟，我回不来了。完全回不来，我就是越唱越哑。我觉得这种突然对哑嘞，突然好烂。好烂，你怎么会想到这个？突然就是说发现说自己都没有办法去 control 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无力感是很恐怖的。对，而且那时候我又同时有一个目标，就是要瘦。对，因为那时候我因为做生意，所以要喝蛮多的应酬。所谓的严老板，你现在的 daily 真的就是真的，你有你真的那个老板的那一面吗？就因为你刚刚说你要去见其他产业的，现在真的有这一面吗？因为我总是觉得好像很远，不是很远，就是说我知道你是老板，但是我总觉得你真的会有这么老板的一面吗？这么经营者的这一面吗？因为你知道，其实人脉是没有办法度让的，你没有办法让下面其他或伙伴来帮你经营你的人脉。那让这些人脉本来就是认你的时候，你就得要把开端跟至少到合约这边，你必须要 follow 完，不然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然后，因为老板的蓝图只有老板最清楚，下面的人顶多就是接近跟理解，80%就已经很好了。所以最后你还是必须要在旁边一起不断的收敛，然后不断的 push， 他才会往前走。即便你身边有很多有才能的手下，对，就是员工也一样，对，因为他还是需要等待一个指令出现，对，因为你是最后的 final decision maker，都还是你这样。Yes， 所以廖姐是蛮辛苦。我们的直播廖姐有的时候都会看的。是吧？现在可以理解了，是不是？现在你的意思说 level 是跟廖姐平起平坐？不是，我是说，我才知道当老板的那个。要顾虑的东西不一样，真的很辛苦，真的很辛苦。而且他有时候会必须顾全大局，做一些不讨喜的政策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好透彻。对，我其实你觉得其实悟出很多东西。我自己当老板之后，发现很多事情事缓则圆，然后不要一直得罪人。你不要烦。喝个茶。是，对。不然讲弯讲。谢谢哦，小姐姐。好 ，OK， 刚刚有人已经在问说，是台北场有没有演唱会？然后马上就有人接话说一定会有。我希望啊，我希望可以唱回台北，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感受的音乐，我觉得很不一样，因为我也一直在刨除自己的一些旧有习惯，然后希望大家在听觉上面能够 upgrade， 对 ，or 只是完全一个 new vibe， 或者是 update。Yes， 对不对？被 update 更就被更新的，认识对你的印象要变更新之后，没错。我其实觉得刚刚这样听就觉得我的问题就是，那为什么你现在还这么执着于还想要发片当歌手？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意思说，感觉好像光是当经营的这一块就已经快要把你的24小时用完了的时候，用了蛮极致。然后如果说好，譬如说泰国的演唱会，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在计划，接下来如果还要再走巡回站或什么东西的时候，那真的是有办法顾得了这么多个跑道吗？其实有取舍啦，我觉得我跟经纪人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一块是我不想要被影响的，因为我从最一开始想当艺人的时候，本来就只想唱歌，那是
每个人起点都一定会不一样，也没得选择。对，只是一开始拍的终极一班，嗯，对啊，那后来也染上了喜欢拍戏的事，对，但唱歌不一样。来。没有心不要爱 OK， 时间是晚上的8:38，在这个全世界都可以听得到，只要你有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即便你是在泰国、东南亚，甚至于什么地方都可以听得到。所以今天呢，要邀请的就是在12月20号会在泰国召开他的演唱会的炎亚纶。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炎亚纶 ，Hit FM 真的很好，很好听。要泰文来一下，萨瓦迪卡开始。哇塞，被 Q 到水晶晶，萨瓦迪卡。不是，因为是为什么会这样讲？是 say 这一大堆，是因为12月20号你要在泰国开唱。对，我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勇敢的跟我一起去旅行，因为有的人呢没去过东南亚会担心，那有的人呢从来没有不是西伴或是没有朋友一起去的时候，可能要单独去的时候，也会跟我诉苦说：“亚纶会不会有其他的城市？”但是我觉得呢，我想要带大家去体验不同城市的风景，因为从来没有在泰国过。然后我觉得泰国是一个很有趣的，然后音乐市场很成熟的地方。对。泰国的场次在12月20号，然后地方呢是在曼谷的这个 Ideal Life。那我要来问问看，好，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先想说，就是真的是因为想说，跟大家一起来尝试一些不一样的变化，还是其实那边有 case 要谈，顺便就严老板的行程，然后顺便把歌手的这种身份也给他带上来，这样。你算是蛮了解我的意图跟原则，但是这一次真的没有哦。这一次是因为，其实我有点嫉妒现在的演艺圈的状态，不是台湾的，是。一旦你是国际亚洲的歌手，比如说像在韩国男团里面有一些台湾的歌手，是他们一踏上这个舞台就是全亚洲。对，那其实对于以前我们在飞轮海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有很多菲律宾啦、泰国啦、印尼的粉丝朋友，但是因为那时候他们环境相对没那么成熟，对，所以我们很难落地到这些地方去做活动。对，所以我自己知道，在泰国、在越南，我都有一些看着戏，看着我的戏长大的人，或者听着飞轮海歌的人在那边，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既然有被邀约，我想就挑一个我一直很想去但还没有去过的城市。OK， 这样讲就理解了。那代表说，在泰国演唱会，除了新的歌之外，应该也会有一些旧歌，过去的熟悉的作品。没错，有些熟悉的作品。好，所以这个是泰国的场次。那当然，大家也会接下来问说，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哈，不管台北场也好，但我在想，在2026年来说，你真的是要在挖很多很多的时间出来，然后来满足，因为当然敲碗，大家一敲就是敲。不断的就是好，这里也想要看你，那里也想要看你。因为我当然是希望能够再回到一些熟悉的城市啦。到时候让我们来一起期待。我们同样的听到的是在专辑《Ikigai》里头的歌曲。我特别觉得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专辑当中除了譬如说最近在主打的《世上会有对的分手》，刚刚听到的包括了《退化的泪腺》这些比较旋律上面来说，可能是熟悉的华语流行歌曲的这种。怎么讲？旋律之外，风格之外，其实专辑里头有不少实验性的尝试。哦，你觉得这首是实验性的吗？我觉得接下来的这几首，这一段我安排的，我觉得都是一些在听觉上面来说，就是跟过往大家譬如说抒情情歌又有点不一样的。这次这个现在大家听到的是以下有雷，然后我近期非常喜欢的一个作曲人，他叫 Sean，他是以前也是索尼的艺人，对，然后我觉得他在做音乐有一点点让我觉得很羡慕的地方，他有点像喝水。其实我知道尚荣他不只是写歌，是不是还制作嘛，对不对？他就是很全才型的，但是像喝水一般。而且他的声音他自己对自己声音的了解度非常的高，然后他玩他自己声音也玩得非常的有趣。他年纪也很轻，对，然后他也是天蝎座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MIDI杨世宏，他对于新的曲风的尝试的勇气非常足够，然后会让我们这些在旧有框架里面的歌手呢，愿意去跟着他飞翔看看，对，所以而且这首歌很有趣，是我们到最后才想起
这是我们一起做的歌。因为我刚刚想说，对啊，3方合作的，但是刚刚听起来讲的好像有点像是一个人分担一块，应该不是这样。不是，我们是一起在录音室完成的，我们大概才花了3个小时吧，就写出来。对，然后写出来之后，我们大家真的都忘了，因为各忙各的。然后在整理整个词曲旋律的时候，才发现这首歌到底是谁写的、啊。就有这么一个 writing session 都不一定记得这样。对。然后珊妮老师说：“这个是你吧？”我说：“不是哦，不记得我有写这个。”还有这种事情哦，好有趣的感觉。所以这就促成了这一首歌曲叫做《以下有雷》。其实除了《以下有雷》之外，我们像我刚刚提到的，在这一段里头所分享的这一些歌曲是比较听觉上面来说是有一些新的尝试、新的味道的。可是我觉得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包括了又回到刚刚讲到说葛大为老师的词之外，他连歌名都可以写的让你觉得每一首歌你都会想要点开，很有画面。以下有雷什么意思？然后下面听到这首叫做《无经验可》，对，是真人的故事。是真那个你餐饮店真那个咖啡师啊，或者什么无经验，很适合出现在报纸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所以这些歌名是老师葛大老师在丢词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把歌名写出来吗？对，是这样吗？对，所以我每次在录之前，我都要等待所有东西到位，然后珊妮老师才会 booking 那个强力让我进去。然后我每次等的时候的那个感觉都非常的煎熬。因为很想唱，然后有的时候状态好的时候，歌词还没好。对，所以其实有这种稍微小小心情分享这样子。那《无经验可》这首歌，我自己觉得很适合所有现在网络时代，被逼着必须要很完美的人们听。因为人设啊什么的，很容易就崩塌了。但是讲回来，我们到底谁有经验在别人面前做一个完美的样子？或是我们是谁有经验？我们当人类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每一个人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因为要么你没有喝孟婆汤，那我们喝完之后就是忘记前世的事了嘛。所以我们重新来的时候都是没有经验的。那我认为现在的网络状态就是都希望每个人完美无缺，你不能有任何一点点的小瑕疵，或是任何一点点的错误，对，所以都会被人家挑出来。对，然后那个挑出来都会蛮严重的。当然，这首歌就是希望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每一个人，不管是哪一种职位角色，都是第一次，都有学习的空间。